只花188元坐大巴车去越南。如果你没有出过国，想去体验一下异国风情，可以把第一站选在越南。这是我的第5次越南之旅。下午3点从亚洲第一大火车站广州南站出发，坐动车去南宁，票价210元，耗时约4个小时。列车驶出珠三角区域，山慢慢的变得多了起来。这里是广西的桂平，一望无尽的平整稻田让人赏心悦目。过了桂平，秀美的喀斯特地貌便开始呈现，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山的形态。晚上7点左右到达广西首府南宁，我选在南宁站下车，因为发车去越南河内的南宁国际旅游集散中心离南宁站不到2公里。因为第二天早上7点40去越南的大巴就要发车，所以我住在集散中心隔壁的酒店，条件不错，价格很实惠，130元左右一晚。晚上去对面吃了一个牛肉粉套餐，包括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牛肉粉、煎蛋和豆奶，一共16元，可以说是相当的亲民。第二天一早，酒店的优势就完美的呈现了。我拿着行李箱下楼后，走个10几步就到了坐车的地方。从南宁到越南河内的大巴票价为188元。我2012年第一次去越南时也是坐这趟车，当时票价为168。11年之后才涨了20元，真的可以说是业界良心。大巴车3个多小时后到达中越边境的友谊关，我方边民的楼房上几乎家家都挂着国旗，展示着这里的独特性。我在这里换了1500元的越南盾，到手越南盾近500万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最快成为亿万富翁的捷径，就是把资产换成越南盾。只要有3万出头的人民币资产，就能换到1个亿的越南盾。换钱的同时还买了一张越南手机卡，50元用1个月，每天有4G 的流量，插上即用。过中越2国的边检，我方是快速顺利。过越南边检时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一些不愉快，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专门做一期视频。越南的签证是在网上办的，每人280元。我2012年来到这里时，越方的边检是一座低矮的旧平房，几排旧的长木椅，几个小窗口。最简陋的是越方的国门，居然是一根靠手动拉绳升降的木栏杆。11年过去，越南的经济算是小小的起飞，边检变得和我们一样豪华，甚至还修了一个大大的现代化的免税商场。此时我的内心多少是有一丝丝酸的，但是一转念，作为大国公民，还是要打开格局，自己吃上精粮细面，不能希望别人总是吃糠吧。出了越南边检，坐上越方联运的大巴车，行驶在越南的亮山。亮山是越南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，山多工业少。沿着老国道走了一段时间，一不留神居然拐上了高速公路。好家伙，越南小弟这几年可真是赚大发了。我2012年去越南，当时越南全国只有一条很短的高速公路，上一次是2019年，走这条路线也是全程双向2车道的老国道。短短几年，越南北部几乎都通上了高速公路。我又开始酸酸地提醒自己，格局打开。接下来是到了北江省和北宁省，这里是越南北部工业发展最快的地方，许多外资企业在这里设厂。这里的繁荣情况有点像广东的佛山，到处是工厂。同车的几个人都在这里下车，有的是企业主，有的是在这边的中资公司工作。路边的招牌上很多都写着中文。最后到达越南的首都河内，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。越南称自己为南天小中华，这里是越南境内最大的文庙——河内文庙。主殿里的这4个大字“万世师表”是康熙皇帝写的。殿的正中是供奉着孔子，香案前摆着贡品，这好丽友派必须差评。孔圣人可能吃不惯半岛藩属国的零食，我觉得可以上德州扒鸡，哪怕烤面筋、绝味鸭脖都比他强。河内文庙坐北朝南，占地26000多平方米，据说是完全按照中国曲阜文庙的建筑格局建造而成。河内文庙前后共5进庭院，代表中国文化中金木水火土5行以及仁义礼智信5德。河内文庙大门正中上方，文庙门3个汉字，醒目而庄重。跨入文庙门，其背后还有2副汉字对联：
其实我不用重复地强调河内文庙里的汉字，因为在整个文庙里全部都是汉字。这82块进士碑刻着越南历年考中进士的名字。文庙是越南首都最著名的景点，几乎每个外国游客，包括到访的外国政要，都会来这里游览。我很好奇，越南的这些导游们是怎么给外国游客们解释这些汉字，解释越南与中国的关系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越南网友非常重要的一句评论，他说越南与中国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，最糟糕的是那种不可分割的纠缠。越南人面对中国内心是矛盾的，一方面享受了中华文化的好处和为此自豪，另一方面却又很抗拒和去中国化。越南的历史中，他们把被中国统治的1000年称作北蜀时期，最早始于秦朝，最晚到明朝。在这段时期，越南被中原王朝直接统治，是作为郡县制版图的一部分，而非松散的藩属关系。1000年有多久？此时正在看视频的你，可以静下来仔细地感受一下这个时间维度。可以说，越南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中华文化所浸润。20年的明朝北蜀时期结束，中原王朝彻底退出越南，越南没有了北方的压力，就像从五指山下逃出来的孙悟空，开始了在中南半岛的扛把子生涯。越南这个中华的小徒弟，在中华文化的支撑和引领下，对中南半岛上的其他民族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原本越南主体的金族地盘主要就是红河平原，后来越南人一路向南吞并占婆国，然后又从高棉人手中抢到了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，版图大大的扩张。在那几百年，越南可以和缅甸并称为中南半岛的战斗民族。多说一嘴，古代的缅人那真是武力充沛，把泰国灭国3次，把泰民族虐得苦大仇深。在互联网上，越南网友的评论就能看出，越南人并不想把自己当作东南亚国家，而是想往东北亚汉字文化圈靠。越南人觉得自己受过中华文化浸润，档次明显高于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，但是当他们面对中国时，心态却又发生了180度的变化。他们一半的中华文化面对真正的正统的中华文化，他们又开始心虚和对抗，因为如果不在内部与中国文化切割，他们民族的独立性根本树立不起来，会影响他们民族的认同和凝聚力。他们很害怕在某一天，越南会再次被动或者主动的被中华文化所兼容并蓄，彻底丢掉自己民族的独特性和独立性。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相爱相杀吧。蜜雪冰城在越南有多火？在越南的短短几天，我就发现了很多家。吃完一碗人见人爱、鸡见鸡丑的越南鸡肉粉，转过一个街角，发现一家蜜雪冰城的店铺。logo 是蜜雪的拼音，那个画工粗糙但胜在简单粗暴的雪王图像出现在异国的街头，让我产生了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。氛围情感都到位，再怎么也要去大手笔消费一次。我看着越南语的价格牌，不知道如何下单，与售货员开口说起了标准的普通话，你想买什么？好家伙，员工居然还会说汉语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正想拿起相机拍他，他冷冷地说不准拍摄。既然不让拍摄，那就买一只蛋筒冰淇淋吧。在越南的价格是1万，相当于人民币3块2毛，比中国贵上不少。去文庙时又发现了一家。早在2018年9月，蜜雪冰城就在越南河内开出第一家店，卖给越南人民的一杯珍珠奶茶定价为2.5万越南盾，约7元人民币。当地百姓蜂拥而至，店门口停满摩托。数据显示，越南蜜雪冰城开业当天就生意火爆，营业额达人民币9681元，日销近1400杯。随后，蜜雪冰城开始向印尼、缅甸、老挝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扩张。2021年，蜜雪冰城进军马来西亚，紧接着是新加坡，再后来就是韩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。到了2022年6月，蜜雪冰城在海外的门店已经突破了1000家，其中越南就有200多家。这是河内西湖边上的另一家蜜雪冰城。
如果说首都的店铺比较密集，那么我在越南海洋市的街上看到这家店铺就令人有点惊喜了。越南有60多个省，这些省也就相当于我们的地级市级别。海洋市是海洋省的省会城市，但从城市规模上看，甚至像我们的一个中等条件的镇，在这么简陋的一个城市里，也能发现中国的奶茶品牌店，内心还是很欣喜的。旁边的4个越南年轻人，桌上摆了8个空杯，说明每人喝了2杯。要我说，我们的顶流明星们都不如蜜雪冰城的软实力输出。中国太需要蜜雪冰城这样出海的企业，他们卖出的不单是奶茶，还有中国的餐饮文化和中国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潜移默化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，其实就是文化和软实力的输出过程。想想西方的可口可乐、麦当劳、LV、奔驰，在塑造生活方式的同时，也在向我们输出西方的价值观。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能够成功的出海。越南的首都河内落在中国算是几线城市，这里是越南首都河内的核心地带巴亭广场附近，地位相当于我国的天安门广场。2022年，越南全国 GDP 为28630亿人民币，低于广州市的28839亿。如果把越南作为省份放在中国各省 GDP 排名中，能排到第19名，少于云南的28954亿，高于广西的26300亿。这里着重要说一下，越南的 GDP 在2022年第一次反超广西。以前我们一直说越南人口是广西的2倍， GDP 却低于广西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说法已经不存在了。希望未来几年广西再加把劲，争取在 GDP 方面再次赢回越南。越南首都河内市2021年的 GDP 为3049亿人民币，在我国城市排行榜上位居100名开外。河内2022年的 GDP 为3320亿元，终于可以挤到中国城市榜的第99名，和福建龙岩、江西上饶的数据比较接近。如果按照 GDP 数据，河内在中国可以排上3线城市，但是如果按基建，我个人认为河内甚至排不上3线。这里是河内最核心的商业区黄建湖商圈，恕我直言，中国许多县城的商业街都强于它。2021年，河内首条城市轻轨投入运行，这个项目是由中国中铁承包建设。我尽量再给大家多放一些河内高楼的视频吧。越南奇景，美军最大轰炸机坠毁街边池塘，被围观了几十年。这个池塘并非是我专门去打卡，而是我瞎逛时偶然遇到的。起初吸引我的是这个花形的喷泉，然后注意到了那只轮胎，我很快就想到了应该是美军当年的战斗机。一看简介牌，上面写着 B-52， 果然是美军的轰炸机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是1972年12月美军圣诞大轰炸中被击落的 B-52 轰炸机残骸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这架轰炸机残骸不但没有被人拖去卖废铁，反而做了庄重的简介牌，还弄了2个呲着水花的喷泉。这2个喷泉就像2张泼辣的嘴，在轰炸机的残骸前每时每刻的对它进行嘲讽。池塘的旁边还竖了一块刻着汉字的石碑，写着挺有节。这里我想说一下我的猜测，这里的挺有节写反了，应该是有节挺，因为越南语的定语语序与汉语是相反的。比如太行山，他们说是山太行；少林寺，他们说寺少林。反正就是被修饰语放在前面，修饰语放在后。有节意思很明显，就是有战斗胜利。挺有节相当于是用越南语的语序来翻译汉语，这可是刻在石碑上的庄重行为。出现这样的错误，说明几十年过去，越南社会的汉语水平几乎是断崖式的跌落。越南的历史全部是用汉字书写的，按这个现状，估计能看懂自己国家历史的越南人是越来越稀少了。
到越南河内一定要打卡网红店奥巴马餐厅。奥巴马餐厅并不是奥巴马开的餐厅，而是奥巴马2016年访问越南河内时曾经在这里就餐。这一波巨大的流量，店主肯定是要蹭到包浆的。这家餐厅真名并不叫奥巴马餐厅，而是叫做 Bom Cha Hom Nay。 这越南语发音是我按照汉语拼音规则随行就市，连蒙带哄。餐厅的地点位于老城区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路边店，谈不上老旧，但装修比较简陋。算上中间的阁楼，一共有3层。1楼已经坐满了客人，感觉生意不错。大多数人都是慕名而来，当做网红打卡点体验一下。奥巴马当时吃的是一个套餐，1份越南米粉，1份春卷，1瓶河内啤酒。此后这就成了这家餐厅的招牌套餐，被叫做奥巴马套餐。奥巴马当时坐的桌子摆放成一个玻璃外壳的陈列柜，里面陈列着奥巴马和波登2人使用的餐具。墙壁上挂了几幅奥巴马在此就餐的照片。这家店里的价格还比较实在，1份奥巴马同款套餐也就40元人民币左右。我没有点啤酒，价格更低。至于味道，我个人更喜欢河粉，不喜欢原粉。烤肉的汤也有点油腻，所以这种越南米粉总体上不喜欢。另外，春卷里好像放了很多虾之类的海鲜，我个人对部分海鲜过敏，所以也不太喜欢。除了吃光烤肉，春卷几乎没动，米粉也剩下了大半。总之，除了拍下这个视频，用餐方面毫无收获。从美军轰炸机残骸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越南被追捧，显示出了历史的吊诡和善变。几十年前的血海深仇，如今两国却要快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越南的领导人其实非常的清醒和务实，与美国保持着清晰的边界感，绝对没有倒向美国的想法，只是想偶尔利用一下美国，实现本方的利益。但是越南的大多数年轻人却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洗脑下，沉醉在对西方文化的真诚崇拜之中，无法自拔。这样简单对比一下，可以得知每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有着激荡但又幼稚的灵魂。作为一个中年老狗，绝对没有呼吁年轻人听从年长者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提醒年轻人们怎么看待这个年龄阶段的自己。越南的省会城市看起来就像国内的一个镇。这里是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长途汽车站，我将要从这里坐车去海洋省的省会海洋市，里程约60公里，票价是15万，相当于50元人民币。这个价格是明显偏高的。在国内60公里的大巴收费一般在20到30元左右。海洋是越南北部的工业重镇，有许多外资企业在海洋设厂。进入海洋省后，公路两边的工业区确实很多。越南有60多个省，海洋省的人口为260万左右，相当于我国一个中型地级市的规模。我原以为海洋市作为海洋省的省会，城建规模最起码会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县城，但到了酒店一番俯瞰，发现离国内县城的差距有点大，甚至可以说像是一个镇的即视感。晚上我从酒店出发，步行去找吃的，感觉穿越了半个城市，没有找到一家粉店，倒是经过了2家越南菜餐馆，看了菜式不想尝试。一路行人稀少，我很是疑惑，这样一个到处是工厂的地方，服务行业怎么会这么萧条？按照中国的惯例，不应该到处是饭店、酒楼、海鲜档、水疗、沐足、KTV 吗？不然商务活动怎么良好有序的开展？贸易洽谈如何能诚信诚恳的进行？远远的在天上看到许多漂浮物，慢慢走近，发现是一个新修的大广场，略微有一些人气。天上的漂浮物原来是风筝，天都快黑的时候放风筝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合理，但是说不出人家有什么毛病。后来我用膝盖进行了条件反射式的思考，发现晚上看到天上有这些黑乎乎的东西飘着，多少有些瘆人。广场上搭了个舞台，上面亮着彩灯，摆着乐器，我的内心一片赞赏。海洋不大，精神文明建设却是小小神话。站在舞台对面等了很久，舞台上一个女的开始说话，我以为是在报幕，
表演随后就会开始。没想到这个漫长的报幕就是今天活动的全部内容。我怀疑这里其实是在进行免费送鸡蛋，然后推广净水器、远红外鞋垫或者降压保肝的绝世良药。在海洋，最大的、最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在广场的对面发现了一家蜜雪冰城。坦白的讲，当我走进蜜雪冰城，向当地收银妹子说我来自中国时，我的内心是自豪的。到目前为止，除了 TikTok， 我最有好感的海外中资品牌居然就是蜜雪冰城。如果 TikTok 和蜜雪冰城这样的大众消费出海品牌能有100个，中国可能已经登上世界之巅了。明明像是市中心，当我经过一片荒芜的草地时，四下无人，我不由得想到了飞车党在身边停下，或者草地中钻出抢劫的彪形大汉，甚至不知道怎么出现的要进行仙人跳的娇艳女子。晚风中的异国小城，我迈着魔鬼的步伐，在放凉的空气中践行着自己的旅行梦想。天上壮美的星河，地上遥远的刘亦菲以及其他美好的妹子们，此刻在我心中奇怪的缠绕。这些或那些无远弗届的念头如星辉闪耀又消逝。其实今天的晚饭仍然没有着落。喝着一杯蜜雪冰城的奶茶，在旁边超市买了一包劣质的带着塑胶味的雪饼，多少有了一些家乡的味道，是慰藉中国味最后的倔强。第二天又出去拍了一些空镜头。其实我是喜欢海洋的，它安静清爽，是河内狭窄的摩托轰鸣乱窜的街头所不能比的。